今天我们重新听尚书，先说一句最要紧的话。尚书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它古老，而是它清醒。它一方面被后世尊为正书之祖，史书之源，是帝王将相必须读的根本文献；另一方面，它又难读到让人头疼，字句古奥，意思深藏。很多人翻开第一页，就像走进一座没有路标的迷宫。可是，越是难懂的书，越要问一句：它为什么没有被时间淘汰？为什么2、3千年过去，它还会一次又一次被人重新拿出来？为什么中国人谈治理、谈德行、谈民本、谈忧患，最后都绕不开它？答案就在这里。尚书不是一本单纯记录过去的书，它是一套关于权力、秩序、人心和文明延续的底层系统。你可以没有读过它，可你熟悉的很多观念都从这里流出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命无常，唯德是辅，无益甚法，忧患中道。你听起来觉得很中国，很熟悉，其实根脉就在尚书里。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读一堆古文，我们是借这本书重新看一件事：一个人怎样才配拥有位置？一个组织怎样才不会烂掉？一个文明怎样才能在洪水、战争、欲望和时间面前不至于失控？这才是尚书的真正价值。他看起来在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其实是在讲今天的我们。一个家庭需要传承，一个企业需要接班，一个团队需要制度，一个社会需要信任，一个人需要克制。这些问题古人早就遇到过，只不过他们用天命、德行、礼乐、共富来说。我们今天用领导力、用户反馈、组织治理、风险管理来说，名称不同，问题一样。各位，读经典不能只读字面，只读字面就会卡在古文里，要读背后的结构。读懂结构，就会发现尚书不是远古的声音，而是中国文明最早的操作系统。我们先从尧舜说起，后世常说尧舜时代是大同世界，很多人一听就以为那是一个没有矛盾、没有痛苦、人人快乐的时代。其实不是。尧舜最重要的地方，不是他们把世界变成天堂，而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极高的政治原则：天下不是私产，权力不能只看血缘，谁有德，谁有能，谁能安顿天下，谁才应该坐那个位置。各位，这句话放在今天也不容易做到。很多家庭企业，第一代很能干，第二代却未必能接住。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位置当成财产来传，而没有把位置当成责任来看。尧就不是这样。尚书写尧，不先写他有多少兵，也不先写他多么威风，而是写他的气质。他敬畏、明察，有文化，有思考，也能让人安定。换成今天的话说，尧不是一个靠威压维持秩序的人，他是一个能让系统稳定的人。真正的领导者不是让别人怕你，而是让别人觉得跟着你，天下不会乱。到了晚年，尧遇到一个最难的问题：谁来接班？大臣推荐他的儿子丹朱。按人情讲，儿子接班最自然；按私心讲，也最舒服。可是尧不同意，
他认为丹朱顽固，好争，不足以担天下。各位，这里就是《尚书》的第一个高光：亲情归亲情，位置归位置。儿子不等于合格接班人，血缘不能代替能力，身份不能代替德行。这不是小事，这是中国文明早期对权力继承的一次深刻警醒。后来，大臣推荐舜，舜的出身不好，家庭环境更不好，父亲糊涂，继母刻薄，弟弟骄横，一家人甚至多次想害他。可是舜没有被怨恨吞没，他能躲开危险，也能维持关系。他不傻，也不硬碰，他心里有分寸，手上有办法。你看，古人讲孝不是叫你没有判断，舜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被欺负还装没事儿，而是在极端复杂的关系里还能保住自己的中心。放在今天，这叫情绪稳定，叫冲突管理，叫高压环境下的自我调节。一个人如果在最小的家庭系统里都被情绪牵着走，他怎么可能去管理更大的天下？尧听到舜的名声，没有马上拍板，他要试，先把2个女儿嫁给舜，看他怎样处理亲密关系，再给他职务，看他怎样处理公共事务，再把他放到风雨雷电、山林危险之中，看他在极端压力下是否失控。各位，这不是简单的传说，这是一套古代版的高管测评。简历可以包装，口碑可以美化，真正的能力一定要放到真实场景里看，看他在压力下有没有定力，看他面对权力时有没有贪心，看他遇到复杂人事时有没有分寸。尧考察舜不是1、2天，后来舜摄政，尧还在观察。尧去世后，舜甚至想把位置让给丹朱，可是诸侯不去找丹朱，百姓有事也不找丹朱，大家都来找舜。这时候舜才明白，权力已经不是尧给他的，而是天下人把信任交给了他。各位，这就是禅让最深的意思。权力不是礼物，权力是信任的自然归流。你德行够了，能力够了，人心认你，位置才会稳。没有这些东西，就算你坐上去，也坐不久。这个故事对今天至少有3点提醒。第一，接班不是分配好处，而是托付责任。第二，领导力不是控制别人，而是安定人心。第三，一个人想获得真正的权威，不能只靠职位，而要靠长期累积的信任资本。讲到这里，还要看舜传给大禹的16个字：人心为微，道心为微，为精为一，允直厥中。这16个字不只是政治格言，更是一套做人提醒。人心为微，是说人的私心很危险。每个人都有贪、嗔、痴，都有懒惰、侥幸、自以为是。道心为微，是说追求公道的那颗心很微弱，他不会天天大声喊你，他常常被欲望盖住。为精为一，是说你要不断校准自己，允直厥中，是说不要走极端，要在矛盾中找到平衡。各位，一个人没有权力时，私心还不容易显现。一旦有了位置，有了资源，有了别人对你的服从，私心就会长得很快。所以舜不是在教大禹怎样当一个威风的君主，而是在提醒他，不要被权力反过来控制。今天也是一样，
你不一定治理国家，但你可能管理公司、管理团队、管理家庭，甚至管理自己的一生。只要你有一点影响力，你就要面对人心为危。一个成熟的人不是没有私心，而是知道私心危险。一个可靠的领导者不是永远正确，而是愿意被原则约束。尧舜解决的是权力怎么交接的问题。可人类社会的挑战不只来自人心，还来自自然。当洪水来了，所有美好的道德都要接受现实的冲刷。上书写洪水，非常有画面。大水漫过山林，吞没土地，世界一片汪洋。道路断了，粮食没了，部落散了，人心也乱了。在这样的时刻，大禹出现了。很多人讲大禹，只讲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当然感人。但如果只讲勤劳，就把大禹讲小了。大禹真正伟大的地方是他改变了处理危机的思路。他的父亲鲧也治过水，鲧的方法是堵，哪里有水，就在哪里筑坝，水越涨，坝越高。听起来很有力量，实际上很危险，因为水的本性是流动，你强行压住它，它会积累更大的破坏力。一旦溃决，灾难更严重。大禹接手以后，换了一套逻辑，他不再只想着挡住水，而是给水找路。他疏通河道，让水入海。各位，这里就不是水利问题了，这是治理问题。堵是一种权力傲慢，疏是一种管理智慧。很多父母教育孩子喜欢堵，孩子一有情绪就压，孩子一有想法就骂，结果孩子不是变好，而是把问题藏起来。很多企业管理团队也是这样，员工有怨气，不让说；客户有反馈，不愿听；流程有漏洞，不承认。最后小问题变成大灾难。真正的治理不是把问题捂住，而是给问题找到出口。大禹治水，表面治的是水，本质治的是秩序。他一边疏通水道，一边丈量土地，一边了解物产，一边划分九州。后来禹贡里面地名很多，贡品很多，有人读起来觉得枯燥，可是你换一个角度看，它像什么？它像中国最早的地理数据库，也像最早的国家资产盘点报告。哪里土地肥，哪里土地薄，哪里产盐，哪里产丝，哪里适合农耕，哪里适合供给金属。大禹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象天下，他是把天下走了一遍，看了一遍，整理了一遍。各位，治理的第一步不是发号施令，而是认识现实。你不知道资源在哪里，就不可能调度；你不知道差异在哪里，就不可能公平；你不知道道路在哪里，就不可能连接大禹，把天下划成九州。不只是行政区划，它代表一个新的观念出现了。中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原来各部落各过各的，遇到洪水以后，大家才发现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水不会按部落边界流动，灾难也不会只找一个地方。只有把道路、河流、共富资源连接起来，才可能形成国家。你看，大禹把一次毁灭性的危机变成了一次系统重构。高手就是这样，普通人看到危机，只觉得完了；高手看到危机，会问：旧系统哪里不行？
新秩序能不能趁机建立？这就是大禹给我们的启示。危机不是好事，但危机能暴露问题。一个人如果懂得借危机重整自己，危机就不只是灾难。大禹身边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叫高陶。他可以看作早期的司法部长，也可以看作组织用人专家。高陶提出九德：宽厚但要有威严，温和但要有主见，正直但要有温度，刚强但要笃实，能顺应民意但不能没有立场。各位，你发现没有？高陶的标准不是单一的，它都是一对一对的。为什么？因为人最怕单向度。只有宽厚，没有原则，就成了软弱；只有强硬，没有厚道，就成了霸道；只有聪明，没有敬畏，就成了危险；只有热情，没有边界，就会坏事。真正的人才是能在两种看似矛盾的品质之间取得平衡的人。今天我们看人，也要这样看。不要只看他会不会说话，会说话的人不一定可靠；不要只看他能力强不强，能力强的人如果没有德行，破坏力更大；不要只看他态度温和，温和的人如果不能扛事，关键时刻也靠不住高。陶九德告诉我们，识人要看结构，看一个人能不能在复杂处境里保持中道，看他既能柔也能刚，既能听也能断，既能做事也能守边界。大禹和高陶这一段给今天至少3条启示。第一，治理危机不能只靠蛮力，要顺着规律疏导。第二，管理的核心不是压制，而是分类、连接、调度。第三，用人不能只看一个优点，要看人格结构是否平衡。尧舜讲权力传承，大禹讲危机重构。接下来，上书把问题推进到更尖锐的一层，如果君主失德了，怎么办？在古代，君臣名分很重，臣子反抗君主是大逆不道。可是上书没有简单维护旧秩序，他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念：天命弥长。天命不是永久合同，上天不会永远保佑某一家。谁有德，谁得到授权，谁失德，授权就会被收回。放到今天，这就像董事会聘请 CEO， 你不是终身制，你坐在那个位置上，是因为你要承担责任。你做得好，大家支持你；你胡作非为，授权就会被撤回。这里最重要的是，谁来判断你有没有德？上述的答案很清楚，民百姓不是装饰品，百姓的生活状态就是治理效果的反馈系统。百姓安定，说明系统有根；百姓怨恨，说明权力已经动摇。夏朝末年，夏桀荒淫暴虐，他把自己比作太阳，结果百姓骂他，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掉？我们宁愿和你一起灭亡。各位，一个领导者做到这个地步，就不是威严，而是众叛亲离。商汤要讨伐夏桀，他心里也有压力，因为在名分上他是臣，夏桀是君。于是商汤出征前反复说明，不是我想作乱，而是夏桀失德；不是我要夺权，而是民心已经不能承受商汤把一场以下犯上的战争转化成替天行道的行动。注意，这里的天
不是离开人间的神秘力量。这里的天，是透过民心显现出来的合法性。后来商朝建立，可是历史没有因为换了王朝就变得保险。到了商纣王，问题又来了。权力一旦没有约束，人性又会重复纣王残暴。任性破坏宗法，疏远贤臣，重用奸佞。周武王起兵伐纣，在牧野之战前，他发表誓师。很多人以为打仗靠热血，其实武王最厉害的地方是在战争前先完成组织整合。他先称呼各路诸侯和将领，让大家知道自己被看见，然后列举纣王的罪行，让战争有道义理由。最后强调纪律，冲锋不能乱冲，刺杀不能乱刺，要走几步停下来整队，要保持阵型。各位，这就是组织能力。人数多不等于强，声音大不等于稳。真正有战斗力的团队，不是情绪很高，而是纪律很轻。纣王那边号称人多，但人心散了；武王这边人数少，却目标一致，节奏清楚。所以战争还没完全开始，胜负的底层条件已经形成了汤武革命最深的意义。不只是改朝换代，它真正建立了一个观念：君主不是天然正确的，权力必须接受德行和民心的考核。名分很重要，但名分不能遮住师德；职位很重要，但职位不能替代责任。上书里那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是整个逻辑的关键。老天用谁的眼睛看？用百姓的眼睛看。老天用谁的耳朵听？用百姓的耳朵听。换句话说，民意就是天意在人间的表现。各位，这句话太早熟了，它表面讲天，其实落在民。它没有让统治者躲到神秘权威后面，而是把它拉回现实。百姓有没有饭吃？有没有怨气？有没有安全感？有没有信任？这才是权力的根。今天也是一样。一个企业说自己伟大，不算数，用户不认，员工不服，社会不信，他就没有根。一个父母说自己都是为孩子好，也不算数。孩子感受到的如果只有恐惧和压抑，这个权威迟早失效。一个组织的合法性不能只靠任命文件，它要靠持续创造价值，持续获得认可。汤武革命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3条。第一，权力一定要接受反馈，不能自说自话。第二，失德之后，名分会空心化。第三，真正稳定的秩序不靠恐惧，而靠人心持续认同。可是，革命可以推翻旧秩序，却不能自动带来新秩序。打天下靠勇气，守天下靠制度。周朝建立以后，最忧虑的人是周公。周公看得很深，他知道夏会亡，商会亡，周也可能亡。一个组织刚创业时，大家很苦，反而容易团结。等成功以后，有资源了，有地位了，有享乐了，危险才真正开始。因为外部敌人少了，内部欲望就多了，奋斗精神松了，纪律边界软了，接班人又可能没有吃过苦，这就是组织的熵增。熵增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系统如果不持续整理，它会自然走向混乱。周公不一定用这个词，但他看见了这个现象。
尚书里的金贡故事，先让我们看到周公的人格。武王病重时，周公向祖先祷告，愿意用自己的命换哥哥的命。后来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流言就来了。有人说周公想篡位，成王也怀疑他。周公为了避嫌，离开权力中心。后来成王打开金艮之柜，看到当年的祷文，才知道叔叔一片公心，于是把周公请回来。这个故事不是简单煽情，它真正讲的是无我。一个人没有权力时说无私很容易，一个人手握大权时仍然不把权力当私产，这才难。周公的伟大不是他没有机会，而是他有机会却不取。他能把自己放在制度之后，把天下放在私欲之前，这种人才有资格谈礼乐。周公回来以后，第一件重要的事儿，竟然是管酒酒告，听起来像小题大做。国家刚建立，为什么要管喝酒？因为周公看到了商朝灭亡背后的生活方式。商朝贵族沉迷享乐，酒池肉林，精神腐败。周朝新贵族如果也这样，很快会重走老路。于是周公规定，祭祀可以饮酒，平时不能沉迷。聚众酗酒要严惩。各位，周公管的不是酒杯，而是风气。一个组织的崩坏，往往不是从大战略开始，而是从小松懈开始。今天迟到无所谓，明天报销不清楚也无所谓，后天公私不分也无所谓。慢慢的，边界没了，纪律没了，信任没了，最后组织看起来还在，其实已经空了。周公知道，初创政权最怕的不是没钱，而是精神先腐烂。所以他要用制度切断旧王朝的坏习气。接着周公写无义来教育成王。无义就是不要贪图安逸。周公告诉成王，你要先知道稼地艰难，你要知道老百姓种地有多苦，收成有多难，生活有多不容易。只有这样，你才不会把享受当成理所当然。各位，这句话对今天太有用了。一个老板如果离一线太远，他会以为报表就是现实。一个父母如果离孩子的真实感受太远，他会以为命令就是教育。一个领导如果不知道基层怎么运转，他会以为发个文件就能解决问题。无义的本质是让掌权者保持现实感。没有现实感的人，最容易做出伤人的决定。周公还提出明德慎罚。明德是领导者先修自己的德，慎罚是刑罚要谨慎。商朝喜欢重刑，认为只要够狠，大家就不敢乱。周公不这么看，他知道恐惧可以短期压住人，却不能长期安定人心。刑罚需要，但不能滥用。尤其重要的是，周公区分故意和过失。无心之过可以从轻，明知故犯就要严惩。这已经有现代治理精神的影子，不是只看结果，还要看动机；不是只发泄怒气，还要维护规则。周公做这些事，表面上是管酒劝学慎行，实际上是在建立制度兜底。他没有天真的以为每一代君主都是尧舜，他知道人会变，后代会平庸，环境会松动，所以要把好的经验变成制度，把共同价值变成礼乐，把行为边界变成规矩，
制度不是为了约束天才，而是为了兜住平庸。一个组织如果只能靠一个强人维持，那这个组织还不成熟。真正成熟的组织是就算领导者普通，也不会立刻崩盘。周公把周朝从武力征服带向文明治理，他不仅保住了周朝，更把忧患意识植入中华文明。孔子为什么敬仰周公？因为周公让权力有了规矩，让秩序有了温度，让制度有了文化。周公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3条。第一，成功之后，真正的危险才开始。第二，制度不是冷冰冰的限制，而是组织长期稳定的护栏。第三，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不是享受胜利，而是时刻害怕自己辜负责任。可是，制度再好，也有覆盖不到的时刻，人生常常如此。资料不够，风险很大，意见相反，结果难测。这个时候怎么办？尚书把我们带到另一个人物面前，箕子。箕子是商朝遗臣，周武王灭商以后，没有因为自己胜利就傲慢，他反而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各位，这一点很重要。真正的胜利者，不是把失败者全部踩在脚下，而是能从对方阵营里识别智慧。箕子给武王讲洪范，洪范不是普通建议，而是一套宏大的治理模型。他试图把自然、政治、人事、伦理放在同一个系统里理解。很多人一听洪范5行，就以为只是金木水火土的神秘说法。其实，在尚书的语境里，5行更像5种功能、5种趋势、5种系统力量。水曰润下，水往下走，能滋润也能渗透；火曰炎上，火向上升，能照亮也能焚烧；木曰曲直，木能弯也能直，代表生长和弹性；金曰从革，金能变革成器，代表规则和定型；土曰稼，土能承载生长，代表根基和孕育。各位，这哪里只是迷信？这是古人观察世界运行后做出的系统分类。一个组织里也有水火木金土。水是沟通，是柔性，是渗透；火是激情，是突破，也是危险的躁动木，是成长，是创新，是可塑性金，是规则，是纪律，是改革的刀锋。土是基础，是承载，是长期积累。一个组织只有火没有水，就会焦躁；只有金没有土，就会冷酷；只有土没有木，就会僵化。真正的治理是看清不同力量的关系，什么时候要休养生息，什么时候要改革，什么时候要培养人才，什么时候要定规则，什么时候要打基础。这就是顺势而为。箕子还讲到疑难决策，古人遇到重大问题，不是只靠一个人拍脑袋，他要看自己的判断，也要参考归战、邀战，还要听卿士意见，也要听庶民意见。我们今天当然不必照搬占卜行事，但要理解背后的逻辑。自己的判断代表领导者的责任和直觉，归战、咖战代表对未知和规律的敬畏，轻视意见代表专业团队和专家智库，庶民意见
代表基层反馈和群众感受。你看，这不是很现代吗？一个重大决策，不能只有老板的冲动，也不能只有数据，也不能只听专家，也不能完全被民意情绪牵着走。他要把个人决断、客观规律、专业判断、基层反馈放在一起。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你自己想干，数据不支持，专家反对，基层也不认同，你还硬干。这不是果断，这是作死。真正的决策智慧，不是不犹豫，而是知道怎样降低盲点。该独断的时候要有担当，该咨询的时候要放下自大，该暂缓的时候要忍住冲动，该推进的时候要承担风险。箕子的决策模型给我们一个提醒：领导者不是神，领导者只是整合信息、承担后果的人。最后，箕子讲黄极，黄极不是皇帝个人任性，而是最高标准。一个中心必须稳定，系统才有方向。就像北极星在那里，群星才知道围绕哪里运行。一个家庭也是这样。父母的原则如果今天一套，明天一套，孩子会迷茫。一个企业也是这样。老板的标准如果随着情绪变化，团队就会内耗。一个社会也是这样，规则如果不稳定，人心就不会安定。黄极真正讲的是中心价值，领导者不是来享受中心位置的，而是来承担定向责任的。一个组织可以暂时缺钱，暂时缺人，暂时缺资源，但不能缺共同标准。标准一乱，人心就散，人心一散，再多资源也保不住。现在我们回头看整部尚书，就会发现它有一条清清楚楚的主线。尧舜告诉我们，权力必须德配其位。大禹告诉我们，危机要靠疏导和重构。汤武告诉我们，失德就会失去天命。周公告诉我们，成功以后要用制度对抗熵增。箕子告诉我们，重大决策要有系统思维。表面上尚书写的是古代帝王，实际上他一直在回答5个问题：谁可以领导危机？怎样处理？权力怎样被纠偏？组织怎样防止腐烂？决策怎样避免盲目？这些问题今天一点儿也没有过时。今天我们谈企业治理，其实是在谈德配其位。今天我们谈用户中心，其实是在谈民为邦本。今天我们谈危机管理，其实是在谈大禹治水。今天我们谈组织文化，其实是在谈周公礼乐。今天我们谈风险对冲和多维决策，其实是在谈洪范。经典的价值就在这里，它不一定给你一个现成答案，却会把根本问题摆在你面前。它让你知道，很多现代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人性从来如此，权力从来容易膨胀，组织从来容易松弛，成功从来容易腐败，危机从来会逼人改变，民心从来不可欺。一个人如果不懂这些，读再多管理书也只是学技巧。一个人如果懂了这些，再看现实，就会多一点定力。很多人说尚书难，难是正常的。越靠近文明源头的东西，越不容易被轻轻松松看懂。它的文字像石头，硬、
冷，古老，可是石头里面有火。你把它敲开，就能看到中国人最早的政治智慧和生命警觉。他满篇讲天，却最后落到民；他满篇讲王，却处处约束王；他满篇讲过去，却真正指向未来。他不是让我们回到古代，而是让我们看清现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小系统的负责人。你是父母，你就在影响一个家庭；你是老板，你就在影响一个团队；你是老师，你就在影响一群学生；你是普通人，你也要管理自己的欲望、情绪和选择。上书告诉我们，位置越高，越要有敬畏；资源越多，越要有节制；成功越大，越要防止安逸；危机越重，越要找到疏导之路；决策越难，越要多听事实。专业和人心，真正的强者，不是从来不犯错，而是始终愿意校准自己。真正的组织不是从来没有问题，而是能把问题转化成制度。真正的文明不是没有经历灾难，而是每一次灾难之后都能重新建立秩序。纵观上书，它真正告诉我们的不是尧舜禹汤周公过去做了什么，而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文明怎样在权力、欲望、危机和时间面前守住不失控的底线。愿我们面对位置时，记得德不配位，必有后患。愿我们面对矛盾时，记得赌不如输。愿我们面对成功时，记得无益，不要太舒服。愿我们面对选择时，记得不要只听自己，也要听事实，听专业，听基层，听人心。因为能走远的人，往往不是最会算计的人，而是最有敬畏的人。能长久的组织，也不是最会喊口号的组织，而是最能把价值变成制度的组织。能延续的文明，更不是永远顺风顺水的文明，而是在顺境中不狂妄，在逆境中不绝望，在每一次动荡之后还能重新找到秩序的文明。上书古老，但它不旧；它难读，但它不空。它像一口深井，你若只在井口看，会觉得幽暗；你若愿意低头打水，就会发现里面有一种很久远也很清醒的力量。愿我们都能从这本古老的书里取一点清醒，取一点定力，也取一点面对现实的勇气。我是读书君，我们下一本好书再见。